男人刚在路边撒了泡尿，转身头上又被人给浇了一泡，气得他当即大骂：“是哪个不要脸的随地小便！”怎料他一抬头，竟发现一个男人被吊死在城墙之上，顿时把男人吓得屁滚尿流。此时点亮红心，留下666，都能够赶走霉运的好运连连。原来这已经是燕城发现的第6具尸体了。然而诡异的是，这6名死者虽然死亡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，但在他们的身上却都能发现野兽一样的爪印。警署的人始终未能找到线索，于是省城便派来了一位督办，协助燕城警署破案。可是署长却质疑这个小丫头的能力，但案件已经惊动了省城，署长必须要尽早破案。随后林督办前去查验尸体，他发现每个尸体上均有相同的抓痕，但却都不是致命伤，脖子上有勒痕，说明受害人是被人勒死的。可署长表示，外面的人都在传这几个人都是猫妖杀的。然而林督办却不信这些荒谬的传言，可署长却不这么认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毕竟他们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太平。为了尽早破案，送走这丫头，他厚着脸皮来找师傅和师弟帮忙。原来署长的师傅是位捉妖师，看起来像是个老顽童，只因10年前师傅进宫帮老佛爷捉妖后元气大伤，从此就变得疯疯癫癫。听了署长所说的案子，让师弟胡凡想起一件事：昨夜一名男子正在路边喝酒，不料他竟看见碗里出现了一张人脸，他以为是自己喝多了眼花，没有多想的他直接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。怎料下一秒，男子竟变得面色惨白，仿佛一个死人模样，接着在街上晃晃悠悠地走着。不料刚好遇到了打更的胡凡。马老二，干嘛去啊？他上前和男子打招呼，可对方却根本没有理他。而回过头的胡凡竟发现男子走路不着地，当即明白他是被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。于是他上前一把抓住男子的手指，发现他果然被邪气侵蚀。接着他封住对方的穴位，一掌将体内的邪气打出。眼见邪气想要遁地逃跑，胡凡连忙点燃一把清香，一路追着邪气跑到了另一条街，连续扔了几根香都没有击中。他干脆直接将手里的香全部扔出去，将邪气钉在了一面墙上，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个八卦阵。随后扔出铜钱红线，想要将邪气收走，可没想到对方却用纸人偷梁换柱逃跑了。随后他将男子送回了家，并让他的妻子准备了一碗清水、2盏烛火和3支清香，然后对着碗里的清水做法，接着强行让男子将碗里的水喝下，随后吐出一口黑血，人也终于清醒了过来，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胡凡觉得这件事和此次案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在署长的邀请下，胡凡来到了警署，而警署里的警员都很亲切地叫他胡爷。原来胡凡曾经也是警署的一员，只因自己固执的办案手法一直得不到领导的认可，最终无奈只好选择离开，跟随师傅做了阴阳打更人。胡凡看过那些受害者的照片后，让人准备好生姜、香油和白醋，他想要在尸体上找找线索。而一旁的林督办却认为他在装神弄鬼，自己都无法从尸体上发现端倪。他不信胡凡这个江湖术士能有办法，然而他很快就被打脸了。胡凡通过这3样东西，在其中一个尸体上闻到了一种名叫依兰的香料，而这种香料多半是青楼女子在用。随后几人便来到了城中最有名的天香楼，他们从老鸨的口中得知，死者在前天晚上曾和头牌小春红在一起，于是几人便找来小春红问话。小春红表示，那晚他和照片上的男人喝完酒后，便让这里的伙计大茶壶送他走了。他们本想找大茶壶问话，想不到此人极其心虚，看见几人后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尽管他们拼命阻拦，可最后还是被他给溜了。好在胡凡有办法，想用伏击追踪的方法找到对方。只见他让小钢牙端来一盘香灰，然后将红绳缠在对方食指上，再将自己的一滴血摁在上面，随后将手指刺破，然后用杯子封住小钢牙的嘴，让其进入沉睡状态。胡凡拿起一炷香塞进小钢牙的嘴里，下一秒他竟吊着清香，在香灰上画出了对方逃跑的路线。最终他们确认了大茶壶所在的方位。与此同时，大茶壶来到一座漆黑的宅子，想恳请宅子的主人给他一笔钱，让他离开燕城。而对方在得知他已经被警署怀疑后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让大茶壶死在了自己设下的幻境里。等到胡凡几人赶到时，便发现了大茶壶的尸体。隔天几人在警署开始分析这几天搜寻到的线索。此时胡凡突然发现，这6具尸体所发现的方向分别是东南西北上下，刚好对应了天地四方，又称陆河。看这个样子，像是要祭哪路邪神呢？此时警员
员来报，昨夜他们发现的那个宅子已经查到眉目了。宅子原本是水家人的，可自从水家人被逐出郾城后，就被充公了。直到去年，徐老爷花大价钱将这间宅子买下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胡凡和林督办很快就来到徐家调查情况。徐老爷表示，那间宅子确实是他们家收购的，只因近些年来不太平，郾城灾民遍地，为此他们收购了不少房屋，目的就是为了建一宅办一学。徐老爷的回答可谓是滴水不漏，一时间让他们找不到破绽。于是两人提议要搜查徐家，可是署长听后却不答应。徐家乃是郾城4大家族之首，并且还和省长关系密切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贸然搜查，搞不好会因此得罪徐家。见署长畏手畏脚，胡凡一气之下回到了关帝庙。好在林督办想了个办法，他知道署长在外面有情人，于是偷偷拍下两人私会的照片，以此来威胁他。署长担心此事会被妻子知道，无奈只好拿出徐家这些年来的账本。几人查看过账本后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徐家近些年开始不断购买房产，按理说账上的钱应该只出不进，可是从上半年开始，徐家就开始不断的有资金涌入。而此时一旁的师傅给了几人关键的信息，他表示10年前徐家曾用过五鬼运财之术，让原本位列4大家族的徐家一夜之间日进斗金，远超其他3家。据传说是徐老太爷寻觅到了一位民间术士，不过这运财之法折损阴德，让人是有钱没命花。无奈徐老爷只好到处行善，想要以此镇压，怎奈五鬼运财的报应终究还是逃不掉。徐老爷要被折去30年的阳寿，眼下徐老爷年近50，怕是死期就要将至了。而那个术士据传闻经常活跃在鬼市一带。有了这个消息，胡凡3人连忙前往鬼市。鬼市上的人不仅行为诡异，而且个个长相奇特。最终经过多方打听，胡凡找到了那个术士冯褂子。冯褂子知道几人来的目的，于是便控制黑猫，引诱几人进入自己提前设下的幻境。好在胡凡关键时刻破除幻术，然而等他们清醒过来后，却发现身边的林督办不见了。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，没办法，只好先回到警署。没想到却从署长的口中得知，这个林督办乃是现任省长的千金，现在人被他们弄丢了。要是省长问罪起来，他们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无奈胡凡只好回去请师傅帮忙，于是师傅便打算用祖师爷传下来的孔明灯来寻找林督办的下落。随着师傅的一阵操作，孔明灯慢慢飞向了空中。两人见状连忙跟了上去，最终来到了徐家的一个偏僻小宅，并在这里找到了冯褂子和徐老爷。而林督办此刻正在棺材里。原来冯褂子此前害了那么多的人，就是为了献计为徐老爷续命。而冯褂子其实是水家后人，当年他们家族因为使用邪术被驱逐离开郾城，冯褂子怀恨在心，于是便想要报复郾城。而胡凡自然不会让他胡作非为。最终两人经过一番斗法后，冯褂子不敌胡凡败下了阵，而徐家因勾结民间术士作恶，也被警署的人捉拿归案。